的朋友，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明明已经吃了降糖药，饭量也比以前小了，可血糖就是忽高忽低，特别是饭后2个小时一测，又飙上去了。这种情况是不是让您很烦，也很无奈？很多人一听说自己得了糖尿病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少吃，我要不吃主食，我晚上只喝稀饭就好。可是您有没有发现，越是吃得少，反而越容易累，没精神，有时候甚至会头晕手抖。更糟糕的是，血糖还是不稳定。医生常说一句话，吃得对比吃得少更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光靠少吃并不能稳定血糖，反而容易让身体营养跟不上，导致代谢失衡，甚至诱发低血糖反弹。特别是我们65岁以上的朋友，身体的吸收功能已经慢慢变弱了，如果一味节食，反而会出现肌肉流失、免疫力下降的问题。其实只要懂得怎么吃，吃什么，怎么搭配，血糖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像年轻人一样稳的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来聊聊糖尿病人的3餐到底该怎么吃，才能不饿肚子，也不让血糖乱飙。说到吃得对，其实最关键的就是3餐要搭配的均衡又稳当，不是说要吃得多，而是吃得刚刚好。一餐里面最好包含4种营养元素。首先是蛋白质，比如鸡蛋、豆腐、鱼肉或鸡胸肉。这些食物不仅能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，还能帮助血糖升得慢。接着是主食，很多人一听到主食就怕，但其实像糙米饭、燕麦、红薯或全麦面包，这些所谓的低升糖主食是可以吃的。关键是选择对的种类，不是完全不吃。再来是蔬菜，特别是绿叶菜。蔬菜的纤维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，对控制餐后血糖非常有帮助。最后别忘了好油脂，比如橄榄油、亚麻籽油，或者每天吃几颗坚果，也能保护血管，增加饱足感。除了食物搭配之外，吃饭的顺序也很重要。建议您吃饭的时候，先吃菜，再吃肉类和豆制品，最后再吃主食，这样可以让血糖慢慢上升，不会一下子冲得太快。还有一点常被忽略，就是吃饭的速度。很多朋友吃饭都很快，3-5分钟就吃完了，其实这样对血糖很不好。建议每一口慢慢嚼，咀嚼15到20次，整顿饭尽量吃满20分钟。这样不仅有助于消化，也能减轻胰岛素的压力，让血糖稳得住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问，那1天3餐要怎么具体安排？接下来我们就从早餐说起。很多糖尿病朋友常说，我早餐就喝点粥，吃个馒头，应该很清淡了吧？听起来没错，但实际上这种吃法最容易让血糖在早晨飙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清粥、白馒头这种食物几乎没有纤维，也缺乏蛋白质，升糖指数很高，吃下去后消化的特别快，血糖一下子就冲上去了。而且没有搭配蛋白质或蔬菜，胰岛素来不及调节，血糖就像坐电梯一样唰的往上冲。所以啊，早餐真的不能只图清淡，而是要吃得平衡，吃得稳。那到底怎么吃才不会让血糖早上起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早餐只要有蛋白质、低 GI 主食，还有一些蔬菜纤维就足够了。比方说，您可以把早餐换成这样一份组合：1颗水煮蛋，加上1小碗燕麦粥，再配几片黄瓜或者1小碟炒青菜，或者1杯无糖豆浆，加上1块全麦面包，配点水煮青菜或1小把坚果。如果喜欢中式的，也可以吃点地瓜粥，加1小块豆腐干和几根小白菜，营养又稳血糖。重点是别空腹只喝粥，别只吃面包，别只吃水果，这些都会让血糖一下子升得太快。另外，有的朋友早餐喜欢喝牛奶，这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但记得选择无糖或低脂的，最好别加麦片或巧克力粉，那样等于是自己在给血糖加速器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千万别跳过早餐。有些人说早上没胃口，干脆不吃。可您知道吗？不吃早餐
血糖反而更难控制，因为身体会分泌应激激素，导致午餐一吃下去，血糖飙得更高。所以说，吃早餐不是吃得多，而是吃得对。吃对了，整天血糖才会稳，精神也会更好，不容易疲倦，也不会突然饿得慌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午餐怎么吃才能撑得住下午，又不让血糖暴冲。说到午餐，很多朋友都觉得吃饱最重要，毕竟中午要撑一下午。但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午餐吃得好不好，决定了整个下午血糖是否稳定，甚至影响晚上的餐前血糖。午餐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主食吃太多，蔬菜吃太少。有些人一碗饭吃得干干净净，甚至还要添半碗，可是菜才吃几口，汤也很油，肉全是肥的。这种吃法看起来很有食欲，但对血糖控制是很大的负担。医生建议，糖尿病人的午餐可以参考一个很简单的比例口诀：1拳主食，2拳蔬菜，1掌蛋白质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把您的拳头握起来，大小就是一份主食的量，比如1小碗糙米饭或红薯饭，大约半碗到6分满的程度。接着是2拳蔬菜，最好是绿叶菜为主，炒、蒸、煮都可以，只要不过油就行。最后是1掌大小的蛋白质食物，比如1块鸡胸肉、1块蒸鱼、2块豆腐或1颗鸡蛋。这样的搭配可以保证营养够，血糖也不会一下子飙上去。而且蔬菜多，纤维足，还能延缓碳水的吸收速度，减少餐后血糖升高的幅度。有些朋友午餐习惯喝汤也可以，但建议选择清淡的蔬菜汤或豆腐汤，而不是浓汤、奶油汤或肉骨汤，因为后者脂肪含量高，喝了容易拖慢胃排空速度，导致血糖控制混乱，还容易犯困。另外，主食的种类也要注意，尽量不要吃白米饭、炒饭、炒面、米粉这些精致淀粉，改成糙米、五谷饭、荞麦面、红薯泥这些低升糖食材，对血糖更友善。如果您是外食族，也可以带一个小保温盒，把饭换成地瓜，加点清炒菜，这样就比便当店的3菜1大饭健康许多。午餐吃得稳，吃得好，下午就不容易疲倦，也不会血糖忽上忽下，影响情绪和专注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晚上要不要吃得更少？是不是清淡就代表只喝粥？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晚餐的最大误区。很多朋友一到晚上就特别谨慎，怕吃多了血糖飙高，怕睡前太饱，第二天空腹血糖不好看。于是有人就干脆晚餐只喝1碗稀饭，配点咸菜，觉得这样清淡又省事。但其实这种吃法恰恰是糖尿病人晚餐最常见也最危险的误区。为什么说危险？因为白粥几乎是纯淀粉，没有蛋白质，没有脂肪，没有纤维。您一口下去，血糖几分钟内就会升高，没有任何缓冲。而且只吃粥，血糖升得快，降得也快，容易在半夜出现低血糖反弹，让人睡得不踏实，甚至半夜醒来冒冷汗，心慌手抖。更严重的是，如果您有肾功能问题或糖尿病病程较久，长期晚餐这么吃，还会加速身体的营养流失，免疫力也跟着下降。那晚餐到底该怎么吃才算清淡又稳血糖呢？其实，清淡不等于只喝粥，而是油少、盐少，不吃过饱，同时营养还要够。比如说，晚餐可以吃1小碗五谷饭或半条地瓜，再搭配清蒸鱼或豆腐，加上1碟炒青菜。也可以煮点小米南瓜粥，加1颗蛋和几片凉拌苦瓜。这样的搭配不但不油腻，还有蛋白质、蔬菜，复合碳水，血糖也不会一下子飙起来。很多朋友晚餐时间比较晚，那就更要吃得轻，吃得早。建议晚餐最好在晚上6点前吃完，最迟别超过7点半。吃太晚、吃太多，不仅影响血糖，也会影响睡眠。还有一个小提醒，如果晚餐真的吃得少、吃得早，睡前可以适量加1小口点心，比如几颗坚果、1小杯无糖豆浆，防止夜里低血糖，但千万别吃甜饼干或水果，这样只会让血糖乱上加乱。
说到底，晚餐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吃得稳，吃得顺，不要空，不宜撑，保持血糖平稳过夜才是关键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您可能会问，实际生活中有没有成功控糖的饮食例子？接下来，我就带您看看几个真实的搭配，让大家更有信心。很多人一听到糖尿病饮食，脑中立刻浮现的就是2个字：清苦。什么都不能吃，吃饭像在吃草，一辈子没滋味了。其实真不是这样，只要搭配得当，糖尿病饮食一样可以吃得营养，吃得舒服，甚至吃得好吃。我们就来说几个真实的搭配例子，让您感受一下，控糖并不代表受罪。比如早上起床后，阿林叔的早餐是这样的：1颗水煮蛋，1碗无糖燕麦粥，搭配1小碟炒空心菜，饭后再喝1杯温温的无糖豆浆。听起来简单吧？但这一顿就有了蛋白质、低 GI 主食、纤维和一点健康脂肪，营养齐全，血糖稳定。再来看午餐，邻居王阿姨的搭配是半碗糙米饭，1块清蒸鲈鱼，1碗炒大白菜，还喝了1小碗冬瓜汤。饭后她会在院子里散个步，15分钟，不快不慢，刚刚好。她说自己这样坚持半年多了，不但血糖稳了，走路也更有力气了。晚上呢，她吃得更简单，1小块南瓜饭配蒸蛋和凉拌苦瓜，再加一点橄榄油拌的烫菠菜，吃得不油腻，但不会饿，也不会血糖乱飙。还有一位观众留言说，他会准备一个控糖小便当出门，里面有全麦面包加鸡胸肉，加几片小黄瓜和紫甘蓝，1瓶无糖豆奶。中午不方便吃热饭菜时，这个也能救急，照样稳血糖。看吧，关键不是不能吃，而是选对食材，搭配好内容，控制好分量。慢慢的您会发现，控糖的饮食不但可以吃得顺口，还会让人越吃越有精神，越吃越轻松。那我们今天说的内容，帮大家小结一下。亲爱的朋友，听到这里，您会发现糖尿病饮食其实没有那么难，不用完全忌口，也不是天天喝粥啃菜叶，只要掌握几个重点原则，您也可以吃得开心，血糖也能稳得像年轻人一样。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第一，吃得少不如吃得对，每一餐都要搭配好蛋白质、蔬菜和低 GI 主食。第二，3餐的量和顺序要注意，早餐别空着，午餐吃平衡，晚餐清淡但不能饿肚子。第三，吃饭速度放慢，细嚼慢咽，给身体足够时间来消化吸收。第四，不要怕吃主食，但主食一定要选对，像糙米、红薯、燕麦这些都是好选择。第五，最重要的，吃饭不是任务，是照顾自己的一种温柔方式。控制血糖，其实就是重新学会怎么和食物好好相处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您平常的1日3餐都是怎么搭配的？有没有什么控糖好物推荐给大家？您的经验和分享，可能正好帮到另一位也在努力控糖的朋友。另外，如果您还没看我们上一个影片，血糖高还吃香蕉，医生再三提醒，这4种水果最好少碰。欢迎点开来看一看。那一集我们讲了很多日常看起来健康，其实升糖很快的水果陷阱，非常实用。下期我们将会带来血糖总降不下来，这5个生活细节你可能忽略了，让我们一起来找出那些生活中隐藏的血糖杀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祝您健康自在每一天。